田老师您好，麻烦这边采访一下。好。这是我的本。啊？你这个记录的还挺细致啊，不会是想抄袭吧？哦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学习服装设计专业的，想记录一些东西而已，并没有想要抄袭。我们这个仙鹤现在已经注册商标了，是有专利的。你知不知道这个抄袭是对原著最大的侮辱？你们这个仙鹤标志是注册了，可是仙鹤注册了吗？而且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没有抄袭，只是记录一下。好，那还给你。你把它给我有什么用啊？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嘛？给你啊。我说你们开发布会不就是让人家看的吗？走吧走吧，唐总对不起啊。怎么就对不起了嘛？走。为什么我们又没有做错？不是佳琪，你干嘛呀？哎，我本子掉了，走。你干嘛？好累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我跑不动了。啊，刚刚真的快要吓死我了。我们又没做错什么，你怎么吓成这样？还把我的速写本掉了。速写本？对呀，我看被那个姓唐的给捡起来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真没注意。不行，我要找那个冰块脸，把本拿回来。哎，你一定要现在去吗？要不然晚一点，等他们采访完我陪你去。不是，可是那个本很重要。好了，我请你喝茶，等一下我陪你去啊。哎，不是，走了走了。不过我不太喜欢夏雪玲的设计，我觉得她的设计啊都太过于表面了。我觉得如果用欧根纱的话，整件衣服看起来会更有仙气一些。Bella Rivadiva Legalamente for dead No want Peut-on photographier 这个豆腐 L'entrée est-elle payante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飞到小角落，我是你们最亲爱的小菲菲。虽然今天已经很晚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忍不住吐槽一下。我说各个网站的会员账号能不能统一一下？每一个地方注册名都不一样，账号密码也要求的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这本来就已经很难记住了。我说各位网站的大佬呀，能不能考虑出一个什么联名款，这样就可以一个账号走天下了，就算忘了密码也没有关系。不能像我这样可怜兮兮的，哎呀，都记在小本本上，可是本本被人拿走了，我要不回来，这个。我决定了，明天我去名远，把我的小本本要。不好意思，您跟唐总没有预约，您是不能进去的。可是他认识我。我刚问过唐总的秘书了，他说不认识你。怎么可能不拿我很重要的东西？不是，喂，前台您好，
哦，我找一下。小姐，你不能进去。保安，来，我们可认识你了啊，别胡闹了啊，走吧。走就走。进来。强哥，这个给你装好了啊，放哪？来，放这儿。对了，那个小女孩，她现在还在楼下。还在呢。保安就是请他出去，他都不走。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死缠烂打，不是那顽强不屈的女同志啊。请她进来吗？问你一下啊，这个喜马拉雅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一个 APP， 做什么的？你看一眼，就是一个网络电台。你要找什么？这个飞到小角。所以说嘛，我就是喜欢蒂姆·伯纳斯·李这种聪明人。谁？什么李？哎，没什么事可以出去了。轩哥，手机。走了。城破公司嘛，那么喜欢本本，你自己去买一个本吗？我去拿我的东西，还把我赶出来，还说自己是最懂传统精神的企业。你懂传统精神吗？你懂老祖宗说的仁义礼智信吗？懂老祖宗说的拾金不昧吗？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就是一垃圾企业。妈呀，我长粉了！新来的粉丝你好，这里是小菲菲，这律师函。姐，啊，怎么了？我刚涨粉了。你那个千年不变的吐槽电台还有人听啊？懂什么呀？这叫直言难语。能当你的粉丝，成天听你在那叨叨，得是多无聊。不许说粉丝，我现在有实力宠粉，但是你别练了，再练成健身教练了。你看那小胳膊。我要当模特。啥？姐，凯曼经纪公司在招模特练习生，报名了？我妈肯定不同意。那每个人生活方式不同嘛，反正等我先试上，走出名气来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你想嘛，我如果当上了世界名模，你去法国的学费我给你出。真的吗？不是，这两码事儿，不能这样。姐，你能不能先别告诉妈？你就让我试一次嘛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是也说我是天生的衣服架子吗？我是这样说，可不能这样做。就你这，你想嘛，我当上了世界名模，你呢成为了服装设计大师，我穿着你设计的衣服走秀，咱妈坐在台下看着不得美死她？不，咱妈在台下会把你揍死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已经报名了。当模特也挺好的。
过去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又没在大楼里面。哎，李琦，帮我买杯咖啡。什么？不在公司啊？方总监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哦，白小曼。对，是我把你招进来的。记得。听说您回凯曼，我超开心，真的。是吧？最近怎么样啊？我最近挺好的，这2年走了不少商业秀。那挺好的。方总监，小雨，你真的回来了？哎，林德姐说你今天回来，我还不相信呢。是吧？你要上去吗？我们先上去吧。走，先上去。我先上去啊。我始终觉得那个地方有点太空了，所以你到时候排的时候一定要空场的时候把它弄密一点，好吧？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问题，方总监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人不要排得太密，不要碰到。琳达姐，方总监来了。姐，啊，你先去忙。好久不见，你们先去忙吧。好的。你呀，风采不减当年啊！林大姐，我本来就正当年呀。你说，你把一个正当年的大设计师请过来参加这种小儿科的选拔比赛，你是不是故意整我？又来了，我哪是整你啊？你不知道吗？这些人未来可能都穿着你的衣服走秀呢，你不来怎么行？我的衣服？最近还有我的衣服吗？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呀。你看，你环游世界一走就是2、3年。我可是听说法国总部从今年开始会在中国扩大战略布局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恐怕没你的位置了。我就知道姐还惦记着我呢。所以啊，比赛完了别走。又给我上思想教育课。方总监，知道就好。琳达姐，喝点水吧。方总监，哎，我喝咖啡，谢谢。走，坐着吧。首先恭喜诸位通过凯曼经纪公司模特练习生的初试选拔。下面我们将进行的是复试环节。首先进行的是男模。哎呀，还放玫瑰花。哟，看小王子呀，看得懂。我刚刚跟吴总确认了一下，提供给每日时尚的新款服装，他都确定过了。他说会尽快发到网上。真棒！你是谁呀？阳光。哎，他是我请回来的。这谁呀？啊，那个
速写本还我。喂，跟你说话呢。你过来找人办事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是不是很没礼貌啊？唐总，可以把我的速写本还给我吗？可以是可以，可你的本子不在这儿。那在哪？我可以自己去拿的。我家里。你家？不，那怎么办？这样的，你给我留个地址，到时候快递你。哦。No。哦，你记得一定要赶快把这个邮寄给我，我这个本子对我真的很重要。看我的时间安排。还有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明轩，你要不要确定一下办公室里有没有少东西啊？我说你们公司的人还真的都挺奇怪的呀。这办公室少的东西还挺多的，比如人情味儿。你说什么？人情味。雪良，她还是个小女孩，不懂事儿，别跟她计较。让一下。方总监，在等我吗？我有点事想拜托你。说。过2天不是凯曼的慈善晚宴吗？我资历比较低，没有被邀请参加。这事儿你跟琳达说就行，她能带很多人进去的。可琳达姐谁都没带，更不可能带我了。那你什么意思？让我带你去？可以吗？那你到时候问问别人吧，我还不一定去不去呢。您在凯曼这么重要，怎么可能不去呢？可以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好，谢谢方总监，谢谢。谢谢，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谢谢方总监，谢谢，拜拜。队长，整个不要太沾，这样实战感会更强。其他没什么问题。莫非来了？你怎么接这么多刺绣的事？我接了一个茶道服的工作，然后我想在里面绣一点别样的小印图案，跟它的主色荷花来互相呼应一下。中国风呀。我不想随随便便就照本宣科的就直接把图案印在上面。那你就照这做吧，也挺方便的。这所有工具你都可以用。谢谢潘总。不过我这最近有点忙，有个单子需要你帮我赶一下。好啊，反正这个茶道服也不着急用。晚礼服，没问题吧？我在想，如果老师，你看改成这样可以吗？对方是为了参加慈善晚会定制，这样的话会不会太保守啊？我觉得不会，因为主要是面料的选择。如果选择一些若隐若现的纱的话，反而会更好看。行，相信你的判断。莫非，我一猜你就在潘老师这儿。沈佳熙，
你不是应该在学校里面准备毕业作品吗？我现在不就是来这儿准备毕业作品吗？我说你们俩都把我这当成自己工作室了。潘老师，您心肠最好了，要不然这样，等我和莫非毕业之后，来您这儿给您帮忙。最好这次啊，你真的能毕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问你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速写本呢，你邮寄给我了吗？还没有啊。可是你那天明明答应给我的。我是有答应你，但是我答应你，到底要哪一天给你呢？你在跟我玩文字游戏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能这样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凭什么？哎，别，问你问。你在评价仙鹤图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把一部分的抽砂工艺换成了欧根砂面料？因为用欧根砂的话，可以提升整件衣服的仙气；抽砂减少的话，整体感觉会更好。不错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评价的？你偷听我讲话！我呢，虽然是一个很低调的商人，但是不至于让你把“偷”这个词跟我联想到一起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有诚信的人？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的。但是为什么没有给你快递呢？那是因为你给我的电话号码里边是少了一个。啊？看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对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喂。啊。我这个猪脑子，哎，他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评价的呢？哎，轩哥，有人在凯曼见到露珠了，他还借了方小雨，说要去参加模特实习生的比赛。去凯曼。好。露珠啊，你说你回上海了，你也不回家，这要是让姑姑知道了，我说都说不清楚。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呀？怎么，你怕我姑妈误会啊？放心吧，她知道我的，我对男孩的标准没有这么低。呵。哎，唐总，表哥，跟我回家。我还要跟笑宇哥吃饭呢。想带你妹妹回家呀？我妹妹失踪3年，下落不明，我还想带她回家呢。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来？我不想跟你废话了，出来。跟你哥回去吧，回头我再约你。那你给我打电话。姑妈，哎，猪猪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真的回来了？你哥打电话说你回来，我还不信呢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妈，你们先聊。来，坐。
被你表哥骂了吧？哎呀，他要是真骂我，倒还没什么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他从接到我到回家这一路上连句话都没说，太可怕了。你胆子也越来越大了，不打招呼就跑回来，而且还不回家。我就是怕他骂我才不敢回家的。一会儿我给你姑父打个电话，让他早点回来。哎，想吃什么？大闸蟹。我妈。哎。你慢点吃啊，都是你的，谁都别抢啊。猪猪啊，现在也不是假期，怎么就突然回来了呢？说话呀，你姑父问你话呢。到底怎么了？人大小姐擅自休学了。休学了？你怎么会休学呢？我想去凯曼当模特练习生，我已经通过了。你真的要去凯曼？那要把书好好念完呢。我不喜欢这个专业，工商管理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，我就想当模特。当模特有什么好的？你要好好读书，完成学业，将来到公司帮你姑父表哥打理公司，这才有前途。的确是，当初我跟你表哥替你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也这么想过，就是等你学成之后，请公司来帮帮忙。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专业，我也不想管理公司，我就想当模特。这真是胡闹啊你！要是工商管理会说话的话，他也不喜欢你。我怎么就胡闹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当模特呀？我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呀？你不要自己跟方笑鱼过不去，就连累到我的未来好吗？我已经是个大人了，我有权利为自己的人生做主。好了，别一见面就吵架。猪猪啊，其实你想当模特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啊。你表哥在这认识很多人，他其实可以跟那些老师打个招呼，你放假的时候顺便过来玩一玩，用不着休学的。玩？我真不是过来玩的，我就想当模特，我想当职业模特，当世界超模。而且你当世界超模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如果童装世界有超模的话，我第一个推荐你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梦想吗？是，你就只顾着自己的好，从小到大你就为我安排好了一切。但是你们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吗？我喜欢什么吗？你们从来没有人在乎过我的感受。我走，行了吧？猪猪，我自己做主，不要你们管。露珠，猪猪，这孩子，哎呀，过去看看吧，这孩子。这在干嘛？妈。爸，想什么呢？猪猪现在怎么样？嗨，他就一个小孩闹脾气，明天就没什么事儿了。啊，这个凯曼也算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模特经纪公司。如果露珠她真的是喜欢，我看不是不可以让她去做练习生。只是这个方笑鱼，嗨，方小雨不管他再怎么恨我，我觉得他也不至于格局这么小。你说这个露珠啊，依他的性格，咱们要是不让他去的话，那他不得离家出走啊？是。好了，咱们先不说这个啊。有件事情我是想说一下，收购 SLC， 我是想把它并入宋唐，让宋唐看起来不至于太单薄。爸，我说句话，可能您不爱听啊。你说，现在咱们整个的公司里边，宋唐，它确实是一个销售业绩最差的子品牌。什么意思？你也支持裁撤宋唐？我20多岁的时候，在纺织厂当工人，后来到了外贸，做成衣加工，到现在我们有了明远集团。可以说我这一生都是在服装行业里面摸爬滚打。我最想做大的企业其实就是宋唐，它的记忆
它的东方元素，它的精神，是值得我们这个行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。啊，只是可惜啊，我没做好。爸，我知道您对宋唐倾注了太多心血和付出了，但这是时代的问题啊，不能怪你啊。不要推卸责任。我们就是引领消费品味的人。宋唐，它是东方元素，代表了什么？是民族元素，它就是国际的和永恒的。所以这个品牌值得我们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去。假设明远有一天没有了宋唐，那明远精神世界在哪里？明远剩下的能是什么？在我看来，它就是一个空壳。大概就是这样吧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客人是一会儿就过来试衣服吗？莫非，你先回去吧，客户这边我来沟通，有问题我再通知你。因为我必须要看到客户穿在身上，我才好改得更合适一点。潘老师，我的晚礼。所以客户是白小曼。潘老师，你怎么能找这种水平的人来做我的衣服呢？你要参加慈善晚宴，莫非想出一套好作品？我说你们俩为什么就不能借这次机会，放下对彼此的成见不好了？所以这件衣服是要参加慈善夜的时候穿。没错，我男朋友要带我参加今年的时尚慈善宴呢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早知道是你的活儿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接。你还拿劲儿了，我还不想穿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都少说几句吧。在学校还没吵够，你们没吵够，我都听够了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哪里还需要修改吗？都少说几句。来看看你设计的好衣服。喂，我说你这领子这么高，你是准备把它缝成口罩还是头套啊？你是要做修女装吗？我说性感不是一定要露肉的，而且模特只是展示衣服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如果你连这点做不到，当什么模特？可问题是，我也没看出来你这件衣服的审美设计在哪儿。你爱穿不穿，不穿拉倒。潘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，你不是设计师吗？你不得帮我换换衣服什么的？试试你的好作品。在学校的时候就眼珠长头顶上，现在还不是要来伺候我换衣服？要帮忙吗？你要是态度对我好点儿，哎，说不定我给你介绍几个客人什么的。我就算是饿死，也不会接受你的施舍。让一下。画的还挺像的。喂，
Autrefois, est-ce que mais maintenant, je ne fume plus. Est-ce que ça vous dérange si je fume? Ça me dérange si je fume. Il est froid。 点个餐吧，有点饿。姐，回来啦？我通过了。通过什么呀？凯曼啊，模特啊。哦，恭喜你啊！哎，我在点外卖，你要不要吃什么？我点炸鸡。我刚考上模特，你就让我吃炸鸡，你这不砸我饭碗吗？不吃。吃拉倒。哎，要不给你点一个牛肉沙拉？这个还可以。哎，姐，你没看，快看看我，为什么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啊？现在站在你前面的莫凡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运动员了，而是一颗冉冉升起的能模之星哦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好好看我一眼？我考上你都不高兴吗？不高兴，是妈啦。你不会要出卖我吧？你这个叛徒！我说你别没大没小的，你对我好一点，小心我哪一天一不小心这嘴就吐露出去。你敢？我今天就跟你决斗！好，来试试。好，臭小子，你还给你哎，这你手机响了。你再动。喂，我到了。哦，我马上下来。好，拜拜。这太快了吧！快去，今天轮到你。等着我回来收拾你啊，小样。你出来了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那么凶呢？对不起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这个画像画的是谁啊？布兰德·皮特。哎呦妈呀！你看这短发，这鼻子。对不起，麻烦您让一下。让不让？你看。今年学生的整体水平，可能真的不够格进我们凯曼做实习生了。没关系，每年的学生素质有高有低，今年没有就看明年吧。只是今天让你白跑一趟了。都是老朋友了，干嘛还这么客气呢？那我先走了。潘老师啊，这个是你学生画的吗？是我学生画的，但不是毕业作品。在我看来，这个作品要比其他那些学生的要好很多。哦，难得我这有作品能够入得你的眼。不过这个学生确实不错，算是我教过最好的了。
诸位，我不同意裁撤宋唐。老唐，这些数据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啊，老夏，宋唐是我们打江山的品牌，是一个起点和基础。如果说没有当年的宋唐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明远时尚集团。我恰恰认为，你要再这么抱着宋唐，最后没有的是我们明远。老唐啊，我知道中国风国际化很重要，但是活力对我们股东来说更重要。如果说我有办法让宋唐摆脱当下的困境，收获更大的利益，那你们会怎么办？米轩，接着说。这些天啊，我对宋唐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分析。如果说我们打破传统的中国服饰的一个固有的思想，我们从服装的面料到技艺传统，整体的去着手改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宋唐形象，把宋唐的定位提升到轻奢的定位档次，同时达成口碑和利益的双赢。你打算怎么实现你这个梦？总共有3个步骤。第一呢，我们是要跟每日时尚进行一次深度合作。我将以宋唐作为明远时尚和每日时尚合作的第1款系列。第二，我坚持继续收购 SLC。还有第3点，咱明远时尚将会推出一档综艺选秀节目，叫做《时尚中国风》。那通过这个节目呢，我们可以从电视还有整个的网络平台去进行宣传营销，同时我们将选出这些年轻的选手，有才华有热情的进入宋唐，对我们的宋唐进行改头换面。明轩，有把握吗？怕你是有什么担心吗？我现在年纪大了，要是放在10年之前，我一定会支持你，而且我会和你一起搏一把。你现在清楚一点，你做的所有决定，关系到你在明远的未来和命运。我记得您上次跟我聊的非常有道理。您、我、宋唐还有明远，我们是不可分割的命运。如果说今天明远没有了宋唐，那还是明远吧。所以我愿意赌一下。你刚才在会议上提到的 SLC， 收购价格固然是一个分歧点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彼此理念的不同。比如说，他们认为我们的服装加工工艺达不到他们的要求。每日时尚的吴总他也提到了这一点，他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服装让更多年轻人接受和喜欢？我们的工艺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那对于这个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？我知道四周现在有一个老的绣坊，李氏绣坊，他们的工艺已经传承了几百年。如果想想啊，咱们的宋唐加上李氏绣坊的工艺，是不是还挺有趣？你说的是老手工艺的，因为一些历史的成因，他们现在大多是以家族式在经营的，所以他们对品牌、市场还有布局没什么概念。我只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好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人情。生意就是生意，谈什么人情啊？你看，就是年轻气盛。我以前跟你也一样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现在这种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的这样的一种个性。你得知道，你在老艺人面前这样是会碰钉子的。较之于生意来说，可能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情谊。记住，情谊。好了，别教训我了啊，老爹。来，喝一口。
习惯吧。还是喝不出来有什么好。以后就好了，多喝。哎呀，莫非我说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什么？我不是都说了吗？这个领子要凸显我锁骨的性感，锁骨。你看你这个领子，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的，什么嘛？我说你懂不懂设计啊？这领子再低，露的就不是锁骨，露的是你的胸骨了。为了修饰你前面曲线，我已经绞尽脑汁了。再怎么说你也是专业的，懂不懂藏拙呀？藏什么拙？哎，你这个人什么态度呀？你什么态度？自己不会种菜，就跑到别的菜园子里面来指手画脚？因为我是你的顾客，所以就把自己当上帝啊！哼！打扰一下二位。方总监，不好意思，这件衣服是你做的吗？嗯，我是凯曼的设计总监，方笑宇。你就是方笑宇啊！16岁就拿了法国青年设计奖的天才设计师。这件衣服做的不错，前2天还跟潘老师一起夸这件衣服呢。这衣服还是要穿在人身上的。这有些设计师吧，就太有自己的想法了，根本就不考虑我们顾客的需求。是啊，顾客的需求是挺重要的。嗯，毕竟人家花了钱嘛，觉得就有权利不尊重设计师的审美和眼光。你的原图我见过，你想要的不是这个效果，但是也没有影响你的发挥，不是吗？谢方总监。有时间喝个咖啡吗？可是我这边还没弄完呢。还要弄什么吗？白小姐该不会让她帮你换衣服吧？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。那我们去隔壁。好啊，走。你跟白小曼关系不好呀？嗯，没有好与不好，就只是认识而已。方老师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嗯，就是刚刚领子的设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刚才不是挺自信的吗？其实很多人都对那个领子的设计有不一样的想法。认同来自于理解，这跟心领神会有关系。如果是我来处理的话，也会用相同的办法。看吧，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啊！每次都因为这个领子要跟别人解释很久。其实干我们这行挺孤独的，如果能遇到一个人跟自己的理念相同，就会觉得是神的恩赐。就像咱们俩能在这里喝咖啡，是不是奇迹？今天聊得挺愉快的。对了，莫小姐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跟我联系。谢谢方总监。那我走了。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拜拜。莫非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又抢了我看上的男人。我又抢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少在这装白莲花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上大学的时候，你害我被开除，在我喜欢的学长面前，你出尽了风头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你害我在方小鱼面前很难堪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很好欺负？你以为我不敢怎么样你是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坏我好事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跟你说话呢。李师傅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派过去的专员都被打发回来了。哎，你说
会不会是对家那边有什么小动作啊？咱们先不用想那么多，先把自己做好。明轩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既然那边绣坊始终没有意愿跟我们合作，我们明远何必要放低身段去求人呢？你不是给我看了那么多吗？但是在苏绣方面啊，李师傅的品类是最多的，也是最全的。要不你先好好忙你的时尚中国风的事儿，我亲自跑一趟。你亲自去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哇，姐，这都你收的？不是，我说你怎么又带东西回来？你说我往哪儿放呀？姐，我今天可是捡到钱了，特地给你买这些好吃的。真的吗？在哪儿捡到的？在你床上。哎，这不是你要拿去法国申请学校那件衣服吗？现在不是了。为什么？这不挺好看的吗？什么情况？啊，你看袖子这里都不对。这袖子很好看啊。敷衍。你非要让我一个外行看这个，我哪懂啊？你干嘛去？对了，明天我要出门，把家维持好了，记得喂鱼哦。你是活的呀？你问直播吗？我明天要去苏州，估计不上线了。哦，我要去绣坊学习苏绣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该不会是偷窥我的变态吧？不是，怎么就下线了呢？荧光，哎，问路。啊？你去问一下他，绣坊怎么走？哎，她不是那个顽强不屈的女同志吗？哎，莫小姐，是你啊！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那个，您知道苏绣坊怎么走吗？怎么了吗？就是我们老板嘛，去苏绣坊谈生意，然后我这导航吧，他找不到路了。啊？那我帮你找。哎，多谢多谢。我们老板这人吧，就特别难相处，你知道吧？咱们两个都是被老板压榨的人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趟苏绣坊？
搭了别人的车，都不说声谢就好。需要别人带路，也不会说谢谢啊。喂，你好。唐总在干嘛？怎么不接电话？下午的活动是不是忘记了？夏总监，那个我们唐总他今天有点事儿，然后就是行程突然改了。我跟您秘书说了呀，他没告诉您吗？他有什么事儿啊？行程取消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不好意思啊，夏总监。那你让他接个电话吧。我们唐总他现在不是很方便接电话。好吧，那你跟他说，空了给我打个电话。对，好嘞。唐总，感谢您为了秀坊的事情远道而来，但是非常抱歉。其实电话里面我跟夏总监已经说过了，李氏秀坊从来都没有被收购的打算。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吗？不，您开出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据我所知啊，同时还有几家公司想收购秀坊。但是我相信您能看得出来，我们明远是最具有实力的，走高端路线，对秀坊的未来也是有好处的。您说的没错，唐总，请喝茶。李师傅，其实我对秀坊的经济状况还挺了解的。秀坊现在确实有些问题，但是比起把秀坊推向商业化运作，这些问题还不足以伤筋动骨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可是据我所知，秀坊应该在半年之内没有任何的收入了，而且在半年之内已经走了5位秀娘。李师傅，您可千万别因为自己的自私而断送了秀坊的未来。您怎么就能肯定跟明远合作就一定有前途呢？我当然很确定，只要秀坊同意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可以在短期内向秀坊注入大量的资金，而且为了配合我们的全球战略计划，我们可以对秀坊进行宣传推广，可以提升秀坊在海内外的知名度。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品牌效应，可以让更多人加入进来。甚至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伙开办一个学校。唐总，我真的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您就先请回吧。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。